各位健康之道的好友，各位老哥老姐，大家平安，我是老蔡。眼看又到年底，银行门口又热闹起来，红灯笼一挂，喇叭一响，存款有理，回馈客户的牌子格外显眼，送米送油送保温杯，队伍排得老长，一眼望去，大多是我们头发花白的老人家，大家心里美滋滋，觉得银行真不错，存钱给利息，过节还送礼，不拿好像亏了。但老蔡今天必须泼盆冷水，紧急叫停您手里那支准备签字的笔，就算您已排到柜台前，就算柜员笑得像花儿一样，也先缓一缓，听我把这免费礼品背后的门道说透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在银行这儿，您以为捡了便宜，搞不好吃个大亏，甚至把老本都搭进去，为了咱的养老钱平平安安，不为了一袋米一桶油惹上麻烦。今天老蔡就得撕开这层温情面纱，让大家看看银行送礼背后藏着什么。咱们不仅要学会一眼看穿陷阱，还要学会既把礼品稳稳拿到，又把自己的隐私和存款捂严实。如果您觉得在理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恳请您给健康之道点个关注，再点上小铃铛，选全部通知，这样以后银行有啥新套路，市场有啥新陷阱，老蔡就能第一时间提醒您，让您和家人少走弯路，避免损失。也麻烦您动手点个赞，您点一个赞，系统就能把这条提醒多推给几位老年朋友，大家抱成团，信息多流通，骗子的手段就难奏效。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切入正题。为什么我说您领礼品签个字，可能就把信息给卖了呢？银行听着多正规啊，国字头的能干这种事。我的老哥老姐们，咱们得认清一个现实，现在是商业社会，大数据时代，咱们老年人有退休金，有存款，消费稳定，而且普遍心善，信任别人。在那些搞数据的人眼里，咱们就是一座座行走的金矿。银行送您那价值50块的米和油，真不是搞慈善，这叫投资。他们花50块的获客成本，目标就是换来您的一张签字授权。您可别小看这张纸，在金融圈里，一个清晰的经过您授权的客户画像，价值可能超过500块、5000块。因为您这一签，就等于合法的允许银行把您的家底，比如存款多少、住在哪里、电话多少、是喜欢存定期还是买理财、家里儿女啥情况，这些信息打包整理，分享给他们的合作伙伴。这些伙伴都是谁？保险公司、基金公司、证券公司，还有各种您可能都没听说过的投资公司、小贷公司。一旦信息流出去，您的手机可就再也不消停了。它成了无数推销电话、诈骗短信的公共厕所，谁都想进来蹭一下。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个，也是最老套但最管用的陷阱，我管它叫纸张里藏猫腻。这招专门对付咱们眼神不好又不好意思多问的老年人。您去领礼品，柜员常常会递过来一叠纸，而不是一张。最上面那张没问题，是礼品领取单，写着大米一袋，您签个字就能领走。最下面那张可能是回执，让您留存的。要命的就是夹在中间的那一张，或者好几张。这些纸经常被对折着，上面的字小得啊，比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还小，咱们老花眼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。那标题通常是个人信息综合使用授权书，或者第三方服务共享协议，里面的关键条款藏在第5条、第8条这种不起眼的地方，跟一大堆看不懂的法律术语混在一起。您要是看到这几个词，千万要打起12分精神，绝对不能签。第一个词是第三方，条款里会写本人同意将信息提供给银行合作方、关联方及其他第三方服务机构。这个第三方就是个无底洞，今天可能是某家大保险公司，明天就能转手到一家不正规的理财平台。第二个词是营销，写着同意接收电话、短信、邮件等方式的产品推荐信息，这就是您以后接无穷无尽骚扰电话的合法许可证。第三个词是画像或者标签，意思是同意银行对您的存款、交易行为进行分析，打上高净值客户、风险保守型之类的标签。这下好了，您在银行系统里就跟超市里的商品一样，被贴上了价签，是肥羊还是瘦羊，人家一目了然。可能有老友要说了，志玲啊，我不签不行啊，柜员说不签这个单子，礼品就不能领，说这是规定。我告诉您，这是他们在利用咱们怕麻烦、不懂法的心理，在忽悠您。
按照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，银行不能把领礼品和卖信息这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捆绑在一起。领礼品是您作为储户的福利，是您应得的，凭什么要用未来的隐私去换？所以，我教您一句特别管用的话，您记在心里，到了柜台就这么说。当柜员把一叠纸推过来让您全签的时候，您别急，把中间那张授权书单独抽出来，放在一边，看着柜员的眼睛，清清楚楚地说：姑娘，我只签领取赠品的这一张单子，中间这张授权书我不签。你们这是强制捆绑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。如果今天不让我只签领用单，就把礼品领走，我立刻打金管局的投诉电话，就在这里打。您记住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和金管局投诉就是他们的紧箍咒。您一说出来，柜员立马知道您是明白人，为了几十块钱的礼品背一个投诉，他们绝对不敢，99%会马上给您办理。咱们不要怕，理直气壮，咱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。说完了纸质的陷阱，咱们再来说说现在更流行、更隐蔽的电子屏陷阱。现在好多银行搞无纸化，让您在一个平板电脑上签字，界面看起来干干净净，就一个大方框让您签名，下面有几个小字和勾选框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那个我已阅读并同意相关协议的小框框，经常是系统事先悄悄地给您默认打上勾的，那个勾的颜色很淡，跟背景差不多，您老花眼一晃，根本看不出来。柜员在旁边再一催，大爷，您在这儿签个名，点一下右下角的确认就行了，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呢。您一紧张，手指头一滑，名一签，再一点确认，完了，就在那一秒钟，一份电子合同就生效了。您的数据像开了闸的水一样，哗啦啦就流进了银行的数据湖，紧接着就分流到了各个合作公司的营销库里。所以，这是第二个实战干货，在电子屏上操作，千万别急着点确认。您先把老花镜戴好，凑近点，仔细看签名框下面有没有那个小勾勾。如果有，伸出您的手指，稳稳当当的把那个勾点掉，让它变成空白。如果发现点不掉，或者柜员说这必须同意的，不然办不了，您就更要警惕了。您就指着屏幕对柜员说：小伙子，你对着这个监控摄像头说一遍，说这个勾是强制必须打的，不让取消。你说一遍，我就点。他肯定不敢说，您就坚持，如果这是强制的，那这礼品我不要了，而且我要举报你们这个系统设计违法。一般情况下，您这么一坚持，柜员要么会告诉您怎么取消，要么他有权限在后台帮您跳过这一步。咱们多花这1分钟，省去的是未来几年的烦心事。那有的老友可能要问了，志玲啊，听你一说，我心里直打鼓。我之前好像糊里糊涂签过字了，现在老是接到保险和理财的电话，这可咋办？是不是没救了？您别慌，有办法，而且法律给了咱们反悔权，这叫撤回同意权，意思是您当初同意分享信息，现在随时可以不同意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别在家自己生气，明天就带上您的身份证，去银行网点，找大堂经理或者去柜台，清清楚楚地跟他们说，我要办理撤销所有第三方信息共享授权的业务，并且关闭一切电话、短信营销推送。银行的后台系统里专门有一个管理客户隐私的模块，柜员输入您的身份证号，就能看到您名下给哪些业务开了绿灯。您就要求他把所有关于第三方共享、保险推广、产品推荐的选项一个个全都给关上。这个操作一旦完成，银行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停止再把您的新信息往外送。虽然已经流出去的那些可能收不回来了，但咱们至少把水龙头给拧死了，这叫及时止损，非常重要。说到这里，我还得拓展一个特别重要但很多人不当回事的环节，就是双录。现在去银行办稍微复杂点的业务，都要进一个小房间，对着摄像头录音录像。很多老友觉得这就是走个过场，柜员念稿子，咱们只管是的，同意。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，那个摄像头录下来的，您说的每一个事，在法律上的效力，比白纸黑字的签字可能还厉害。如果柜员在录像里问，您是否清楚这是一款非保本型的理财产品？您是否同意将您的信息用于我行合作保险公司的精准服务？您要是没听清，或者嫌麻烦，随口就答清楚，同意，那将来万一出了纠纷，
这段录像就是铁证，您想反口都难。所以我给您第4个护身符，在双录的时候，耳朵要竖起来听，一旦听到保险、第三方、非保本、风险自担这些敏感词，而您自己压根没想买这些，只是想存个定期或者领个礼品，您立刻马上大声地对着摄像头说，这个我不清楚，我不同意，先暂停一下。只要您表示了明确的异议，这个录像流程就必须中断，这笔业务也办不下去。这是您最后一关，也是最有力的一关保护伞。别觉得不好意思，面对机器，保护自己的财产，没什么丢人的。分析了这么多具体的陷阱和招数，咱们还得往深里想一想，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特别容易成为目标呢？说到底，是咱们这代人厚道、善良、信权威又节俭爱实惠的心理被人家摸透了。咱们总觉得银行是国家单位，不会坑人，觉得柜员客客气气，不配合签字，面子上过不去，觉得有便宜不占是傻瓜。可恰恰是这些咱们认为的美德，成了别人算计咱们的突破口。他们用1桶油、1袋米，就轻易换走了咱们最重要的东西。而这信息泄露出去，最可怕的后果是什么？不是天天接骚扰电话那么简单，而是精准诈骗，也就是专门为您量身定做的骗局。普通的诈骗电话是瞎打，骗子不知道您是谁。可如果骗子手里有从银行流出的数据，那情景就太可怕了。他知道您叫李四，住在 XX 花园3栋，在 A 银行有一笔30万的定期存款，下个月5号到期。那么在下个月4号，您可能就会接到一个显示为 A 银行的电话，对方亲切地说，李叔叔您好，我是 A 银行的客户经理小张，系统显示您那笔30万的存款明天到期，最近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很多，为了您的资金安全，我们银行特别推出一个官方安全转账通道，我指导您操作一下，把钱转到这个保本保息的特别账户里。您一听，姓名、住址、存款金额、到期时间全对，您还会怀疑吗？8成不会，您会觉得这银行服务太周到了，就这么一步步入套，一辈子的积蓄可能瞬间清零。这不是故事，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您的信息被卖了，骗子用您的信息攻破了您对银行最大的信任，还有信息卖给保险公司，他们就知道推荐什么贵但没用的保险给您，卖给小贷公司。您可能半夜接到催债电话，就因为您的号码出现在他们另一个客户的通讯录里。这种骗局不仅骗钱，更诛心啊！很多老人被骗后，整个人都垮了，觉得是自己蠢，没脸见人，郁郁寡欢。咱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，应该是晚年幸福的底气，怎么能因为一次随意的签字，就变成招灾引祸的根苗呢？所以咱们必须像看紧存折密码一样，看紧自己的签字权，别为了一口锅，把整个厨房都压出去，那点礼品吃了用了就没了，可信息泄露的后患，可能几年都清不干净。大家现在就回想一下，最近有没有在银行签过不明不白的字？如果有，明天就去银行查，理直气壮的去柜台，要求查询我的个人信息授权情况。就算柜员脸色不好看，您也别怵，这是国家法律给您的权利。您每一次较真，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是在推动银行规范起来，是为所有老人家谋福利。另外，还要警惕几种新花样，比如转介绍有理，银行让您签字，说以后介绍老朋友来存款，给您提成或者积分。这听起来好，但您这就等于成了他们的推销员，不仅卖了您的信息，还可能把老哥们也带进坑。万一产品有问题，老朋友找上门，您怎么交代？几十年的情分可能就断了。再有，银行大厅里有时候溜达着一些穿制服挂工牌的人，特别热情，但您仔细看他工牌，写的可能是某某人寿或者某某科技，根本不是银行的人。他们利用银行场地取得您的信任，让您扫他们的2维码填资料，信息直接就进了保险公司。记住，在银行里，除了玻璃窗里坐着的柜员和明确的大堂经理，其他主动凑上来让您扫2维码，在平板上点来点去的人，一律别理。还有手机收到银行积分兑换的短信，带链接的，千万别点。真的积分兑换都在手机银行 APP 里或者柜台办，绝不会让您在链接里输密码，那都是伪基站发的诈骗短信。要想长治久安，咱们还得养成几个好习惯，比如每隔半年1年
去银行把密码改一改，就像给门换把锁。每年呢，通过手机银行 APP 或者去中国人民银行网点，免费查一次自己的个人信用报告，看看有没有自己不知道的信用卡、贷款记录，有没有陌生的机构老是查您征信，如果有，赶紧报警，找银行，说明您信息泄露，被冒用了。说到底，今天聊的不仅仅是签字，是咱们老年人怎么在这个数字时代有尊严、有安全的生活。咱们的数据就是咱们的数字资产，得自己当家做主，别让那个随随便便的签名变成晚年生活里的一个雷。咱们虽然年纪大了，但阅历深，明白事理。咱们不懂那些高科技的弯弯绕，但咱们懂得保护自己、爱护家庭的基本道理。就用这份智慧和定力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，为自己、为家人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。如果您觉得老蔡今天这番话是真正站在咱们老年人的角度，说的实在话，干的实在事，请您在评论区打出保护隐私4个字。如果您以前在银行遇到过类似强迫签字的事，或者有成功撤销授权的经验，一定要在评论区分享一下，您的经验能救很多人。咱们大家的留言能让银行看到咱们的态度和力量，您的每一次点赞、每一次转发，都是对志玲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身边所有老年朋友的一份实实在在的关爱。我是老蔡，一个真心实意为大家着想，只讲真话、只讲干货的老朋友，请一定关注健康之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大家看清迷雾，绕开陷阱，稳稳当当的守住咱们的健康生活和养老钱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